你以为你买的特斯拉股票赌的是它明年能卖多少车？错了，你真正押注的是一场价值2万亿美元的世纪对赌，而99%的人连赌桌的规则都没看懂。看完这个视频，你能彻底拆穿马斯克零底薪人设背后的完整资本布局，能搞懂 SpaceX 和特斯拉那场注定要发生的世纪合并的底层逻辑，能避开99%散户都会踩的投资盲区，还能拿到判断这场资本游戏进程的5个核心观测指标，再也不会被短期财报和市场噪音带偏方向。你是之前就觉得马斯克的零底薪另有隐情，还是一直以为这就是纯粹的情怀驱动？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第一次看到马斯克的薪酬方案的时候，也和很多人一样，觉得这就是顶级大佬为了梦想不计回报的表现。一个掌控着2家全球顶尖科技公司的人，拿着和硅谷普通工程师差不多的底薪，甚至连底薪都可以不要，这不就是为了改变世界，连个人利益都放在一边了吗？但你猜最奇怪的是什么？当我把 SpaceX 和特斯拉这2份激励方案一字一句摊开对着看的时候，才发现这里面根本没有什么情怀，每一个条款，每一个考核指标，甚至每一个数字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它不是一份打工的薪酬合同，是一份通往绝对控制权的路线图。先给你说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数字，马斯克在 SpaceX 的年薪每年只有54080美元。这是什么概念？你在硅谷随便找一个刚毕业2、3年的软件工程师，年薪都能轻松超过这个数字，更别说那些资深工程师、技术主管了。而马斯克作为 SpaceX 的创始人，整个商业航天领域的绝对领跑者，拿着这样一份底薪，你不觉得反常吗？你可能会说，人家根本不在乎这点工资，他的财富都在公司的股票里。没错，这句话说对了一半，他确实不在乎这点底薪，但他在乎的是这份底薪背后能撬动的东西。这份底薪是他拿到那份天价激励方案的入场券，和这份底薪绑定的是一套地狱级难度的考核指标。不是你今年完成多少营收，明年拿下多少市场份额这么简单，它的每一个指标都突破了传统商业的逻辑边界。SpaceX 的考核指标里有3个核心门槛，第一个是完成火星的永久殖民，第二个是搭建起100太瓦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第3个是让 SpaceX 的估值达到7500亿美元。听起来是不是很离谱？一个商业公司的薪酬考核居然把火星殖民写进去了。这就像你去一家奶茶店上班，老板给你的 KPI 是让你把奶茶卖到火星上去，你觉得这是正常的商业考核吗？但问题就在这里，它看起来越离谱，背后的逻辑就越清晰。我给你算一笔账，7500亿美元的估值是什么概念？现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苹果也就2万多亿美元，7500亿，相当于小半个苹果。而要拿到这份激励， SpaceX 的估值要在现有基础上直接翻4倍。你想想，什么样的业务能让一家公司在短短几年里估值翻4倍？靠火箭发射，靠星链的订阅费，就算这些业务每年都翻倍增长，也撑不起这么夸张的估值涨幅。那它靠什么？靠和特斯拉的合并。先别急，我们先把特斯拉的那份激励方案也拆开来看，你就会发现这2份方案根本就是一对镜像，严丝合缝的对上了。特斯拉的这份激励方案同样是零底薪，同样是地狱级的考核指标，它的核心门槛也有几个。第一个是年产能达到2000万辆，第二个是落地100万辆 Robotaxi 全自动驾驶出租车，第3个是 FSD 全自动驾驶系统的用户数实现爆炸式增长，最后一个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是让特斯拉的市值站上2万亿美元。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SpaceX 的目标估值是7500亿到万亿级别，特斯拉的目标市值直接定在了2万亿美元。这2个数字不是随便写的，它们高度对齐，刚好卡在了同一个量级上。你真的觉得这是巧合吗？我见过太多公司的激励方案，创始人的考核指标都是围绕公司自身的业务来定的，从来没有见过2家完全不同赛道的公司，创始人的激励方案居然在市值目标上卡得这么准。这就像2个运动员，一个跑100米，一个跑马拉松，结果他们的训练计划最终的终点线居然设在了同一个地方。你说这是巧合，还是他们早就约好了要在同一个终点汇合？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看待马斯克的这波操作了，那就顺手点个赞，
说明你已经抓到了这件事最核心的线头。很多人都把马斯克的这2份激励方案当成了他和股东之间的对赌，觉得他是在和股东打赌，自己能把公司做到多高的高度，成了就拿巨额股份，败了就1分钱拿不到。但真正麻烦的地方在这里，这根本不是马斯克和股东的对赌，这是马斯克为了把2家公司绑在一起提前铺好的路。你想想，当2家公司的估值都达到了目标里的量级，会发生什么？他们的估值水平对齐了，换股合并就有了最基础的条件。什么是换股合并？说白了，就是2家公司不花钱，用互相换股票的方式合成一家新的公司，而换股的比例就是根据2家公司的估值来定的。如果特斯拉的市值稳在2万亿 ，SpaceX 的估值稳在1万亿，那换股的比例就很好算，2家公司的股东都能接受。但如果一家估值几万亿，一家只有几千亿，那换股的比例就根本谈不拢，合并也就无从谈起。现在你懂了吗？这2份看起来毫无关系的激励方案，其实就是在给2家公司的合并提前校准估值的标尺。但你以为马斯克费这么大劲，就只是为了把2家公司合并在一起？错了，合并只是手段，他真正想要的是绝对的控制权。这里就要说到很多人都忽略掉的一个关键事件，就是马斯克在特斯拉的那份560亿美元的天价薪酬方案曾经被法院直接废除了。这件事就是整个布局里最关键的导火索。我给你还原一下当时的情况。马斯克给特斯拉做了一份天价的激励方案，只要完成考核，他就能拿到价值560亿美元的股票。结果有特斯拉的股东不满意，把这件事告上了法院，最后法院直接判决这份方案作废。你想想，马斯克作为特斯拉的创始人，自己给自己定的薪酬方案居然被法院直接废掉了，他心里会是什么感觉？更关键的是，特斯拉用的是同股同权的股权结构。什么意思？就是你手里有多少股票，就有多少投票权。哪怕你是创始人，只要你手里的股票不是绝对多数，你就没法完全说了算。股东可以质疑你的方案，法院可以推翻你的决定，甚至在关键的决策上，你还要看机构投资者和散户的脸色。这就像你辛辛苦苦盖了一栋房子，设计好了未来10年的改造计划，结果你想换一扇窗户，都要经过一堆邻居投票同意，甚至还有法院跳出来说你这个换窗户的方案不合规矩，不能换。你会不会觉得这房子住的一点都不踏实？但 SpaceX 不一样， SpaceX 用的是双重股权结构，有 A 类股和 B 类股。马斯克手里的 B 类股拥有超级投票权，他一个人就掌握了 SpaceX 79%的投票权。什么概念？在 SpaceX 马斯克说的话就是绝对的规则，不管是做什么决策，哪怕所有其他股东都反对，只要他同意，这件事就能成。没有法院能随便推翻他的决定，没有股东能跳出来掣肘他的布局。一边是自己说了不算，处处被掣肘的特斯拉，一边是自己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控制权的 SpaceX。如果你是马斯克，你会怎么做？你肯定会想办法把特斯拉也变成自己能绝对掌控的地方。那怎么才能做到？直接在特斯拉推行双重股权结构？不行，同股同权的结构已经定下来了，要改就要经过股东大会投票，几乎不可能通过。那剩下的路只有一条，用 SpaceX 反向收购特斯拉。很多人听到这里都会觉得不对，特斯拉是上市公司，市值几千亿，现金流充足， SpaceX 是未上市的私人公司，怎么可能反过来收购特斯拉？这就是大多数人的认知盲区。大家都觉得一定是上市公司收购非上市公司，大公司收购小公司，但从来没想过收购的核心从来不是谁上市了，谁的规模更大，而是谁掌握了控制权。反向收购的核心逻辑根本不是谁买谁，而是谁把谁的股权结构换成自己的。说白了，就是通过换股合并，让 SpaceX 的股东，包括马斯克，用手里的 SpaceX 股票换成新公司的股票，同时把 SpaceX 的双重股权结构、超级投票权完整的套到新公司身上。这样一来，合并之后的新公司，马斯克手里的超级投票权依然能让他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原来特斯拉的股东哪怕手里有再多的股票，也只能拿到普通投票权，根本没法撼动他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这样一来，他就能彻底摆脱法院和传统股东的约束。原来特斯拉的方案会被法院推翻，会被股东质疑，
但合并之后，整个公司的控制权都在他手里，再也没有人能随便打断他的布局。这还不是最离谱的，很多人只看到了控制权的好处，却没看到合并之后这两家公司能爆发出的能量根本不是1+1等于2，而是直接产生核聚变式的增长。我给你一点点拆开来看，你就知道这场合并到底能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好处。首先，所有的官僚内耗直接归零。现在的特斯拉和 SpaceX 是两家完全独立的公司，有各自的管理层、各自的研发体系、各自的审批流程，哪怕都是马斯克掌舵，很多事情也要走流程。跨公司的合作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壁垒，但合并之后，这些壁垒就全没了。整个公司的研发流程完全打通，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工程师可以直接参与火箭导航系统的代码优化， SpaceX 的材料工程师可以直接把火箭上用的轻量化材料用到特斯拉的车身上。你想想，这能省下多少沟通成本，能加快多少研发进度？很多需要2-3年才能落地的技术协同，合并之后可能几个月就搞定了。然后是物理级别的技术衔接，直接打通了未来科技的任督二脉。你有没有想过，特斯拉的 FSD 全自动驾驶最核心的瓶颈是什么？是算法吗？是硬件吗？都不全是。它最核心的瓶颈之一是低延迟、全覆盖的通讯网络。自动驾驶的车要实时处理海量的数据，要和云端实时交互，要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能保持稳定的连接。而能做到这件事的只有 SpaceX 的星链。星链现在已经在全球部署了几千颗卫星，能做到全球无死角的网络覆盖，延迟低到毫秒级。当星链和特斯拉的 FSD 完全打通，你觉得还有哪家自动驾驶公司能和特斯拉打？不止这些，特斯拉的 Optimus 人形机器人需要的 AI 算力能靠 SpaceX 的太空算力中心支撑，特斯拉的车规级芯片能用到 SpaceX 的火箭和卫星上， SpaceX 研发的新型航天材料能直接让特斯拉的车身更轻、更安全，成本更低。这些技术单独放在两家公司里，都只是各自赛道里的优势，但一旦打通，就直接形成了一个别人根本没法复制的技术闭环。接下来是一个无敌的现金流金库。很多人都知道 SpaceX 的商业航天是一个烧钱的生意，火箭研发、卫星发射、星链组网、火星殖民计划，每一个项目都要烧掉巨额的现金。哪怕星链现在已经有了不错的营收，也很难支撑这么多烧钱的项目同时推进。但特斯拉不一样，特斯拉的卖车业务有极其稳定、极其庞大的现金流，每年卖几百万辆车带来的现金流是一个天文数字。合并之后，特斯拉的稳定现金流就能直接支撑 SpaceX 的研发投入，不用再担心融资的问题，不用再看投资人的脸色。而 SpaceX 的星链、太空算力这些业务一旦落地，又能带来源源不断的订阅收入，反哺整个公司的发展。一个负责稳定造血，一个负责打开未来的增长天花板，这样的现金流组合在全球的商业公司里根本找不到第二个。然后是最关键的估值模型的彻底重塑。现在华尔街给特斯拉的估值是按什么来的？是按车企来的，看它的销量，看它的毛利率，看它的净利润，用市盈率 PE 来给它定价。哪怕它有自动驾驶，有机器人业务，华尔街还是会把它当成一家车企，给它车企的估值倍数。但合并之后呢，它就不再是一家车企了，它是一家同时拥有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品牌，全球领先的自动驾驶技术，全球唯一的商用星链网络，全球最顶尖的商业航天技术，全球领先的人形机器人和 AI 算力基础设施的公司。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赛道的公司了，它是一个覆盖了交通、通讯、AI、航天、能源的未来基建帝国。这时候，华尔街还能用车企的 PE 倍数给它定价吗？根本不能。你没法用奶茶店的估值逻辑给一个覆盖了种植、供应链、物流、零售的全产业链集团定价。这就是估值重塑的威力。原来特斯拉的市值卡在车企的天花板里，哪怕做到全球第一，也就万亿级别。但一旦它的估值逻辑变了，从车企变成了未来基建帝国，那它的市值天花板就直接被打开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都不再是不可能的事。最后还有一个很多人都没注意到的好处，就是监管压力的分散。现在的特斯拉要面对 SEC 的监管，要面对 NHTSA 的交通安全监管，要面对全球各个国家的反垄断调查， SpaceX 要面对 FAA 的航天监管，
要面对各个国家的通讯监管，两家公司要分别面对不同的监管机构，应付不同的监管要求，稍有不慎就会被罚款、被限制业务。但合并之后，这些分散的监管压力就被化整为零了。一家多元化的集团公司面对不同领域的监管，有更多的缓冲空间，有更多的应对方式，不用再像之前那样单一业务的公司被一个监管政策就卡得动弹不得。讲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看懂了，这场世纪合并根本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传闻，它的每一步都已经在马斯克的布局里铺好了路。但我要告诉你，99%的散户根本看不到这些，他们每天盯着特斯拉的季度财报，看他卖了多少车，毛利率涨了还是跌了，然后根据这些数字决定买入还是卖出。他们以为自己在做价值投资，其实他们看到的只是马斯克想让他们看到的皮毛。真正决定特斯拉未来的根本不是这些短期的财务数据，而是股权结构的变化，是合并进程的推进，是控制权的最终归属。这就是散户最大的盲区，他们只看得到眼前的 K 线，看不到背后那张跨越2个万亿帝国的资本蓝图。如果你也买了特斯拉的股票，或者正在考虑要不要入场，那接下来的内容你一定要认真听。我会给你5个核心的观测指标，你只要盯着这5个指标，就能精准判断这场资本游戏的进程，不会再被市场噪音带偏。第一个也是最基础的，永远不要只看自媒体的解读，一定要回归公司发布的原始文件。很多人买股票就喜欢刷各种博主的分析，听各种小道消息，看各种券商的研报。我不是说这些东西完全没用，但最核心、最不会骗人的信息，永远是公司官方发布的原始文件。比如特斯拉的股东委托书、SpaceX 的招股文件、公司发布的公告，这些文件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有法律效应的。马斯克的布局哪怕藏得再深，也一定会在这些官方文件里留下痕迹。你不用去看那些博主给你提炼的重点，你就自己去看原文，看里面关于股权结构的条款，关于激励方案的考核指标，关于未来业务规划的描述，这些东西比100个博主的分析都靠谱。第二个，你要盯紧的不是特斯拉的汽车销量，而是 FSD 的订阅用户数和 Robotaxi 的实际运营里程。我刚才已经说了，马斯克给特斯拉定的考核指标里，核心不是卖多少车，而是 FSD 的用户增长和 Robotaxi 的落地。这2个东西不仅是特斯拉估值提升的关键，更是2家公司技术协同的核心节点。FSD 的订阅用户数越多，说明特斯拉的自动驾驶技术商业化落地越好，估值就越能往上走，和 SpaceX 的估值对齐就越顺利。Robotaxi 的运营里程越高，说明自动驾驶的规模化落地越成熟，和星链的协同需求就越迫切，合并的进程就会越快。反而那些每个季度的汽车销量、毛利率、短期的利润波动，在这个大的布局里，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重要。第三个，你要死死盯着 SpaceX 的 IPO 进程，尤其是它 IPO 的时候公布的股权分配细节和超级投票权的设置。SpaceX 现在还是一家私人公司，它要和特斯拉完成合并，大概率会先完成 IPO， 因为只有上市了，它的股票才有公开的定价，换股合并的比例才能更好的确定。而 SpaceX IPO 的时候，最关键的不是它的发行价有多高，市值有多大，而是它的股权结构里超级投票权的设置有没有变化，马斯克手里的投票权有没有被稀释。如果他 IPO 之后依然保留了双重股权结构，马斯克依然掌握了绝对的超级投票权，那就说明反向收购特斯拉的布局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他的股权结构变了，超级投票权没了，那整个逻辑就要重新判断。第四个，你要重点关注德州的 Terafab 超级芯片工厂的建设进度。这个工厂很多人都没听过，但它其实是2家公司合并进程的晴雨表。这个超级芯片工厂是特斯拉和 SpaceX 共同推进的项目，它生产的芯片既会用到特斯拉的车上，也会用到 SpaceX 的火箭和卫星上，还会支撑2家公司的 AI 算力需求。这个工厂就是2家公司技术研发、生产体系磨合的试验田。如果这个工厂的建设进度顺利，产能快速爬坡，2家公司的协同越来越顺畅，那就说明合并的前置准备已经在稳步推进了。如果这个工厂的进度一拖再拖，频繁出现问题，那合并的进程
大概率也会受到影响。第五个也是最关键的，一旦合并的消息正式公布，你一定要死守换股比例这条生死线。对于原来的特斯拉散户股东来说，这场合并里唯一能决定你最终是赚是亏的，就是换股比例。什么意思？合并的时候会给你一个方案，你手里的多少股特斯拉股票能换成多少股新公司的股票，这个比例直接决定了你手里的股票是升值了还是贬值了。如果换股比例对你有利，那合并之后你就能跟着整个帝国的成长拿到超额的收益。如果换股比例对你不利，哪怕合并之后新公司的市值涨上天，你也可能赚不到钱，甚至亏钱。所以一旦合并的消息出来，你第一件要做的事不是跟风买入，也不是恐慌卖出，而是把换股比例的条款一字一句的看明白算清楚，它对你手里的股票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你觉得这些观测指标对你未来的投资有帮助，那就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后面我会持续跟进这件事的每一个关键节点，第一时间给你拆解里面的逻辑，帮你避开投资里的坑。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你买特斯拉到底买的是什么？很多人说买的是全球最好的电动车，买的是领先的自动驾驶技术，买的是未来的机器人赛道。但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些都只是表象。你买特斯拉本质上是在投资马斯克的个人野心，是在压住他对未来人类基础设施的控制权整合能力。他的终点从来不是做全球最大的车企，不是卖最多的电动车，甚至不是把人送上火星。他的终点是搭建起一个覆盖了交通、通讯、AI、航天、能源的未来帝国，并且牢牢掌握这个帝国的绝对控制权。而特斯拉和 SpaceX 的世纪合并就是他通往这个终点最关键的一步。很多人都觉得马斯克是一个疯子，是一个梦想家，他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改变世界，为了人类的未来。但你有没有想过，梦想和野心从来都不是对立的。他想把人类送上火星是真的，他想搭建起未来的基础设施是真的，他想牢牢掌握这一切的绝对控制权也是真的。这两者从来都不矛盾。最后我想给你留一个问题，当这场世纪合并真的发生的时候，你会选择继续持有，跟着这个未来帝国一起走下去，还是会选择落袋为安，避开未知的风险？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帮你看懂了这场价值万亿的资本布局，那就订阅一下我的频道，后面我会继续拆解这种看起来简单，其实水很深的商业和资本话题，帮你看到事情背后的真相。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财务建议或者其他专业建议。不管是投资、金融还是其他相关领域的问题，你都一定要咨询持牌的专业人士，结合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理性的判断和决策。